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中的笔记。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跨越洲际的福音线系列的第一篇，一个小城故事。这些日子，我们被神在与人连结的历史中跨越洲际的神圣行动所开启和震撼。我们欣喜地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与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福音运动紧密相连，这使我们备受鼓励。在历史上的确曾有一条线把我们所在的俄亥俄州西北部地区和当时封闭的中国紧紧地连在一起。在这条福音的线上，有一位亲爱的姊妹，名叫苏珊·伯德。她和她的同伴因着爱主，为着福音完全摆上自己，至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借着他们，东西方两个在福音上原本没有太多交集的世界，在那个时代得以连结。因着这条福音的线，后来也孕育出许多属灵的器皿，其中包括尼拓生弟兄和李长寿弟兄这样主大用的仆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主在他的喜悦里，在永远的景观里计划并安排了一切，让福音和完全的真理借着一位姊妹和与他一同保爱的基督的同伴临及了我们。这启示的真理鼓励我们蓬勃的成长和生活，成为基督的见证，并且继续以一种卓越的扩展的眼光宣扬并继续主在他的身体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作为。我们感恩并且谦卑的见证，在 Toledo 的召会也在这漫长曲折而奇妙的谱系中。是主的恩典和怜悯在他的身体里奇妙地供应了神的儿女，使我们这群依然渴望活在这条线上的人不灰心丧志，继续这荣耀的谱系和历史。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19世纪的俄亥俄州西北部苏珊·伯德居住过的那座小城。它的历史开始于2位传教士，他们因着里面新鲜的生命之觉，不容许他们向着当时泛滥的世界文化和世俗价值过一个妥协而平庸的生活。于是在一位名叫欧柏林的弟兄的启发下，他们萌生了一个按照基督徒的价值建立一座城的想法，并开始了行动。他们购买了5000英亩的土地，开始在这片荒野中修建一座有信仰的城。他们给这座城起名叫欧柏林，是为了纪念那位启发他们的弟兄。因着弟兄们向着主简单纯洁的心愿，同着那个在他们里面属灵的动力和那个梦想的雏形，让这座城的建立注定要与众不同。他带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站在美国中西部西进运动的前沿，在泥泞的沟渠和道路中，吸引倾心追求主的基督徒在此聚集、居住和生活。他们建立了欧柏林学院，让那个时代在这座城里的信徒们一同敬拜神，追求和持守他们向着主的单纯。这座城建立的性质与今天我们在 Toledo 所坚持的如此接近，这绝非偶然。欧柏林和 Toledo 在同一年建立，2座城相距仅100英里，车程1个半小时。不管在地理上还是在邻里，
我们都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继续着这个小城的故事。在灵中，我们能体会那些倾心爱主、不愿向世界的潮流妥协的信徒们所坚持的。这个信心和坚持，以及在那个时代对于神心意的回应，让这座不起眼的小城成为了当时神跨越洲际福音行动的前沿。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